新婚夜女孩因来了大姨妈，不愿跟王爷洞房。我大姨妈来了，一家亲戚都在外面。王爷也不想抢人所难，决定分床睡。可谁知王爷在喝了合欢酒后燥热难耐，女孩为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说了一堆他的缺点，怎料因此触碰了王爷的逆鳞，把他贬为丫鬟，打入柴房。没有王妃头衔的林洛锦，天还没亮就被奶娘叫起来做早饭。谁知势利眼的下人们竟对他百般刁难，虽然林洛锦并没放在心上，可他们依然不肯罢手。于是他们趁林洛锦不注意，故意将他绊倒，结果竟撞碎了钟无媚最爱的花瓶。他们更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林洛锦身上。可他们的计谋早就被赶来的奶娘看穿，奶娘二话不说就要将他们赶出王府。怎料林洛锦同情心泛滥，想替他们求情，结果奶娘却让他一同去院子里罚跪。得知此事的钟无媚虽然表面上冷酷无情，其实内心早就心疼不已。柳修文闻讯赶来，想带林洛锦离开，谁知林洛锦却意外倒在了他的怀里。好巧不巧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送药的钟无媚看到，顿时醋意大发的她不由分说就和林洛锦吵了起来。既然你这么想做丫鬟，那就让你做到我满意为止。你的满意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1个月为期限。钟无媚不知林洛锦凭借现代人的头脑，不仅做出了衣架，竟还发明了便利贴，下人们对他更是刮目相看，言听计从。然而钟无媚在得知此事后，竟让他做自己的贴身丫鬟。可当林洛锦来送饭时，却被他故意拒在了门外。林洛锦见状，不由分说就闯了进来。谁知钟无媚并不打算就此罢手，于是他借着林洛锦为自己更衣，故意将胳膊抬高。面对钟无媚的有意刁难，林洛锦竟挠起了他的痒痒，近距离的接触让二人瞬间心跳加速。也许情窦初开的种子正在慢慢生根发芽。害羞的林洛锦慌忙起身逃离了这里。谁知二人刚刚有所缓和的关系，又迎来了新的危机。隔天老丈人得知自己女儿被贬为丫鬟后，竟亲自找上门来。钟无媚自然不敢如实相告，只好找各种理由搪塞。怎料此时林洛锦却一袭华服闪亮登场。原来他不想父亲得知自己如今的处境，奈何钟无媚又没收了他所有的衣服，没办法的他只好擅自打开了衣服。殊不知这次他又触碰了钟无媚的底线。事已至此，钟无媚只好强颜欢笑，与林洛锦扮演起了新婚小夫妻。可老丈人前脚刚走，他立马就变了脸，不由分说就要林洛锦下跪道歉。面对钟无媚的无理要求，林洛锦自然不会照做。钟无媚一气之下说出了实情，这是先皇赐给我母妃的华服。得知真相的林洛锦很是自责，于是他主动跟钟无媚承认了错误，并希望能得到她的尊重。谁知钟无媚不仅不接受他的道歉，竟还辱骂林洛锦是水性杨花的女人。结果两人又吵了起来。来人，把林洛锦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打包扔出去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在王府看见他。钟无媚的话深深刺痛了林洛锦的心，他决然的就要转身离去，谁知却意外晕了过去。幸亏一旁的江雨轩及时将他揽在了怀里。他不明白钟无媚为何如此不依不饶，明明心中有爱却不敢承认。于是他跟钟无媚打了个赌，赌他一定会后悔。说罢便抱起林洛锦离开了这里。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，钟无媚黯然失色地瘫坐在地，脑海里不禁回忆起他们曾经的一幕幕，顿时心中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。没有了林洛锦在身边，钟无媚整日是魂不守舍。与此同时，江雨轩带着林洛锦来到了医馆，不仅亲自为他吃了药，竟还带他玩遍了圣经所有好玩的地方，更是为了哄他开心，在大夏天制造出了漫天雪花。他的用心终于让林洛锦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这边的下人们见钟无媚依然没有行动，心急的他们故意在屋外演起了爱情大戏。爱的人啊，我在这头，你在那头，我对你的思念却只能压抑在心中，憋闷在心头。受到刺激的钟无媚终于幡然醒悟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命人备马一路飞奔来到林洛锦身边，不由分说就将他抱上了马。钟无媚带林洛锦来到了热闹的夜市，如今的他们犹如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钟无媚不仅亲自买花来博取林洛锦的欢喜，竟还带他登上城楼，欣赏圣经最美的夜景。怎料钟无媚竟在此时问林洛锦有没有接过舞，而林洛锦却故意说了一个小狗的名字。钟无媚听后是醋意大发，不停追问：是一只狗？我们竟然捉弄本王！捉弄！二人感情迅速升温，随即也迎来了他们的洞房花烛夜。谁知钟无媚由于太过紧张，竟喝起了酒。结果等林洛锦进屋时，他已喝得不省人事。隔天林洛锦带着钟无媚回娘家，怎料却无意间听到父亲要谋朝篡位。不仅如此，就连他父亲也不打算放过。林洛锦吓得慌忙逃离了此地，可却意外暴露了自己的行踪。父亲害怕秘密泄露，于是紧追其后。林洛锦为了掩盖行踪，二话不说就将钟无媚扑倒在床，并迫不及待地为她宽衣解带。
然而，这恩爱的一幕恰巧被赶来的父亲看到。父亲见状，只好假装嘘寒问暖，说罢便尴尬地转身离开。谁知林洛锦刚放下悬着的心，不成想却被钟无艳来了个反扑。可就在二人你侬我侬、情不自禁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顿时钟无媚吓得慌忙躲到了床下。林洛锦对她怪异的行为很是不解，原来她的母妃就是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去世的。看着无法释怀、瑟瑟发抖的钟无媚，林洛锦很是心疼。于是他抱着钟无媚唱起了摇篮曲，在歌声的安抚下，钟无媚慢慢睡了过去。次日，二人刚回到王府，就收到了父亲为他求的符签，上面写着7日寿限，水祸成灾。这可把钟无媚吓够呛。除了不准靠近人，连喝水也不给我小心。洗澡水不能碰，就连喝口水都不被允许。无奈之下，林洛锦趁钟无媚不注意，偷偷喝了一口汤，结果差点没把他的胃排出来。最后还是看在他主动献吻的份上，才如愿把剩下的汤喝完。谁知皇上却偏偏在此时要举办画舫巡游。虽然钟无媚知道林洛锦一向喜欢热闹，可如今他水火缠身，还是保命要紧。于是他决定瞒着林洛锦偷偷参加。殊不知他的话正好被躲在门外的林洛锦听到，他怎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？临行前，钟无媚还不忘叮嘱手下一番，但手下信誓旦旦的保证绝对不会出现差错。钟无媚这才放心离开。可谁知刚上船，他就发现了女扮男装的林洛锦。原来林洛锦假扮送菜小厮成功混了上来，怎料正当钟无媚准备找他时，却突然行来一个巨浪，顿时船身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。林洛锦一个没站稳，差点掉进水里，幸亏钟无媚及时赶到，一把抓住了他。本以为经历此劫，林洛锦会躲过灾祸，谁知晚宴上突然杀出一群黑衣人，很快林洛锦便被黑衣人团团包围。可如今钟无媚被刺客缠住，无法脱身，幸亏柳修文及时出现，奈何他凭一人之力很难抵挡黑衣人的围攻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带林若锦跳下了船。然而钟无艳在赶去救林若锦的时候，不幸被黑衣人刺了一刀，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跟着跳了下去。可他并没有找到林若锦，却因伤势过重晕了过去。殊不知此时的林若锦被黑衣人逼上了绝路，逼不得已柳修文带他跳下悬崖。虽然两人都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柳修文却因保护他危在旦夕。幸好他们遇到了隐居深山的一贤，在他的精心医治下，柳修文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。于是林若锦便飞鸽传信给钟无媚报了平安，可左等右等也没收到他的回信。失望的他不禁怀疑钟无媚要抛弃自己。殊不知钟无媚每天都在思念着他，更是因为救他身中波斯情花毒，此毒不能动心动情，否则就会腐骨蚀心，焚烧内脏。虽然钟无媚每天都饱受病痛的折磨，可他依旧没有放弃寻找林若锦。而林若锦不知他的书信早就全被皇上截获，如今皇上已掌握他父亲造反的证据，于是便生出了棒打鸳鸯的心思，所以便自作主张替钟无媚写了回信。收到信的林若锦满心欢喜地打开，却不成想瞬间让他傻了眼。既然这一次命运将我们分开，你就不要再等我了，我们缘尽于此，各自珍重。林若锦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的爱情会如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。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和柳修文一起离开这里。次日，他们便踏上了去往波斯的路，怎料却无意间听到钟无媚命悬一线的消息。此时林若锦才意识到，钟无媚并没有抛弃他。柳修文不忍林若锦整日以泪洗面，若你实在放心不下，我去找他吧。我也可以不回去的。虽然他也深爱着林若锦，但他不想趁人之危。在林若锦和柳修文的再三恳求下，一线终于答应随他们一起下山。林若锦怕他的出现会引发钟无媚的情毒，所以他并没有以真面目示人，但他的刻意隐瞒更加引起了钟无媚的怀疑。于是他趁林若锦给自己喂药时，不禁诉说起了对他的思念。他一直在这里，从我见他的第一眼起，他就占据了这里的空位。林若锦为了钟无媚的伤势，并没和他相认，可慌忙间他遗落的手帕却出卖了他。这下钟无媚更加确信眼前之人就是林若锦。然而林若锦害怕暴露身份，于是趁屋里没人想要偷偷找回手帕，怎料却被钟无媚逮个正着。见林若锦依然不肯说出真相，钟无媚只好故意假装旧伤复发。看着床上疼痛难忍的钟无媚，林若锦顿时吓得惊慌失措。如今他顾不上多想，主动摘下面纱，急忙上前查看钟无媚的病情。看着这么关心自己的林若锦，钟无媚霸气地吻上了她的唇。